只要我们在一起，哪怕是奇迹，也能成为寻常。现在还不到结束的时候。不可能啊！明明是第一次排球实战，怎么会反应这么快？哼！就是那个角度。承让了，凯利教练。不要紧，我们都是第一次打排球，你已经做得非常好了。还真是让你侥幸接到一个关键的球啊！下次可就没这么好运喽。还是那句话，我劝你们还是趁早放弃探索人鱼石像的故事吧。知难而退，至少不会在女朋友面前输得太难看。凯利教练，您这么有自信是好事，不过能赢也需要恰当的时机和运气。就刚才的情况来看，这些关键要素可都掌握在我们的手里。哼，现在的年轻人呢，就是喜欢逞强，那就看这最后一球吧。凯利教练，可以暂停2分钟吗？可以，正好我也歇歇。你还问我？刚刚在想什么这么出神？我走到你面前，你都没发现。紧张吗？如果是这样的话，试试我曾经用过的方法，或许可以缓解紧张的心情，如何？你先转过身，然后按照我说的去做。现在闭上眼睛，慢慢深呼吸。尽量让脑海中的思绪放空，什么都不要想。继续保持这个状态，
直到你觉得呼吸有了比较稳定的频率。如果感觉差不多了，再缓缓睁开眼睛，然后仔细观察你第一眼看到的事物。你刚刚轻轻晃了一下，还是这样背靠背比较安全，也能让你彻底放松。别分心，保持静心的状态，注意力还是要放在刚刚第一眼看到的事物上。现在，先说说你看到了什么？那么，你观察它有什么发现？对，不带任何杂讯，只是单纯的去观察，然后说出最直觉的发现，试试看。没什么，我只是在想，这果然是只有你才能想得到的形容。这当然是夸奖啊！好了，现在你试着只思考一个问题：如何把排球打出去？除此之外，对手是谁，还有多少机会，是输是赢，都不考虑。怎么样？还会像之前那样紧张吗？那就好。其实这只是转移注意力的一种，如果引导方式恰当，很快就会有效果。我曾经用这种方式自我引导，去观察植物等等，转移波动的情绪，让自己平静下来。那恐怕情绪会更波动了。其实这场比赛我们未必没有赢的可能。你只要放轻松，相信自己，也相信我，相信我们配合无间。只要我们在一起，就可以创造无限可能，哪怕是奇迹，也能成为寻常。开始吧，开始吧。好样的，是你们赢了。怎么了？
一个鲜为人知、与众不同、别具现实意义的故事。爱情创造的奇迹之景，特殊经历，的确是有点特别。哎，爱的999，这么俗的名字是谁呀？这种10分钟才回复的速度，应该不能叫快。奇迹也可以成为寻常，有趣的说法。你对这个奇迹之景感兴趣吗？那看起来我们只有去接受挑战，然后解开谜题咯。我的女朋友愿意和我一起度过一段愉快的探索之旅吗？当然喽。我虽然任何运动都懂一点，开的体育用品店也是各种类别的球都有，但人嘛，总不能忘了老本行。想当年，我也是差点就进入全国大赛。他陪着我走过大半人生，换别的挑战就没意思喽。不过看你们这么为难的样子，应该是新手。那我可以优待提供半小时的教学，还可以让3次发球机会。总之，只有赢过我，你们才能知道人鱼石像的故事，以及展现奇迹之景的谜题和线索。这样，对所有前来挑战的人才公平嘛。我觉得我们或许可以一试。有些事总要试试才知道结果，既然有半小时教学机会，不妨好好利用。而且我认为不是每个来探索故事的人都是那么厉害的排球手。我也这样想，所以我们是有机会赢。在我说出线索和故事前，你们是不是该解释一下到底是怎么赢的？哎，尤其是你。
究竟那个关键的球是怎么打的？我甚至怀疑你不是新手。当然了，这是开玩笑的。我还是第一次遇到我没怎么放水还赢得这么快嘞。该不会是因为我真的老了吧？我在斯沃尔特的时候曾经学过网球，而对初学者来说，排球相比网球稍微好上手一点。再加上有凯利教练给的半个小时的教学以及3次先发球的机会，才打开赢的局面。哎呀，怪不得。不过，能赢的那个关键球，主要是因为你。其实我提出可以一试的时候，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一定能赢。不过你对我的提议毫不犹豫的肯定，还有你对我那种信任又坚定的目光，这才是最终让我坚定选择的最重要原因，也是我能在那个时候迅速做出反应，把球打回去的最大动力。那或许我们这样也算爱情奇迹创造出的结果。说起来，凯利教练，你真的没有放水吗？最后那一轮胜负的关键时刻，你似乎有点怪怪的，有点心不在焉。两人在一起便可以创造无限可能，哪怕是奇迹也能成为寻常。当时你们是这么说的吧？和这类似的话，我老婆还在的时候，她也说过，爱情可以创造一切，哪怕是让奇迹成为寻常。只是当时，我觉得这种什么奇不奇迹的说法，有点太理想化。可是他意外失踪后，我就很少听到相似的话，没想到今天不止一次听到。哈哈，这都是过去的事喽。我啊，还在等老婆回来履行约定呢。我记得你们东方国度有句话叫择时不如撞时。哎，听起来差不多。我们温来人呢，很讲究缘分。既然你们通过我这一关，也刚好说到我老婆，现在你们就接好谜题喽。这是受你们的触动，而且年纪大就是有任性的权利。听好喽，只要时间并非徒劳，只要不会中途背弃，纵使太阳将岩石烧作灰尘，爱情的奇迹也一定会出现。这首短诗就是唯一的谜题，只要解开这个谜题，就能看到人鱼石像的奇迹之景。
对比这片区域，人鱼石像附近的游客比较少。没错喽。那么，除了谜题之外，关于线索部分能告诉我们的是什么？这就要看你们问什么，你们只能问我一个问题。如果我不能说，那就换一个问题。友情提示：最好是问跟人鱼石像或谜题本身相关的问题喽。那我只能长话短说。我老婆是在隔壁那座奇迹海岛长大的。比起当地务实的风格，她是个标新立异、充满理想的人。旅游业兴起，她接到为那片海滩设计地标的工作，想了很久没有灵感。后来因为一次争吵，我气昏头，把她在家里已经成型的手稿撕成2半，结果她非但没生气，捡起手稿后反而欣喜若狂，朝我又是道歉又是感谢。那时他说要设计一个由爱情创造的奇迹。对，最终的呈现就是那片海滩的人鱼石像。那也是我一生的遗憾。我相信你的选择，别急，没有头绪的时候就尝试其他方法。我们现在就在这片人鱼海滩实地考察一下，再结合谜题和线索，应该会更有启发。说不担心是假的，不过比起那个，来这里对我来说还有些其他的意义。其实，除了想解开谜题、看到奇迹之景以外，我来这里主要是要求证心中所想的一个问题。不，对于谜题，我现在还没有什么头绪。我想要求证的问题跟人鱼石像的设计理念有关，就是那句“爱情可以创造一切，哪怕是让奇迹成为寻常”。来这里之前，我按照那个发文者给的讯息临时起意做了一些调查。当时我发现了一则很少人浏览的旧新闻。新闻大致的内容是说，当时人鱼石像的设计者在提出这样的设计理念后，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这也导致完成人鱼石像的时间延迟许久。人鱼像所在的这个地方，当地人非常崇尚务实这个传统文化。而人鱼像设计理念当中，哪怕是让奇迹成为寻常这个观点，他们无法想象，也难以接受。在当地人看来，后半句的观点非常不切实际，甚至有点理想化。没有。虽然大多数的当地人直到今天也无法理解这个设计理念，但因为人鱼石像本身呈现的实际效果比其他方案更别出心裁，最后他们还是选择了它。另外，我还查到关于人鱼石像设计者的一则新闻。当时设计者因为遭到许多质疑，就外出远航散心，
可惜他后来遭遇海难失踪了。因为我不同意他们对这个设计理念的看法。我认为这个人鱼石像中或许隐藏着设计者其他的想法与意图，但很遗憾，到目前为止，除了一些隐约的想法，我也还没找到准确的答案。说起来，你还记得我们发现那篇贴文的时候，我问你的问题吗？对比那个时候，现在你对这一切的看法有变化吗？既然如此，我们就去人鱼石像那里，一边解谜题，一边寻找答案吧。你呀，怎么洗完澡了，头发还不快擦干，一点都没干透？你找个舒服的姿势，我来帮你吹干好了。你先闭上眼休息一下，等吹干你的头发，我们再一起讨论。好了，你在想人鱼石像的事？那要不要试试换个思考方向，或者放松一下？总是困在这两个问题里会很累吧？那要不要来试想关于奇迹也可以成为寻常这句话？你可以暂时抛掉人鱼石像的所有讯息，仅仅思考这句话本身。的确是这样。那你的身边曾经发生过奇迹吗？做寻常的事，却取得惊人的结果。没错，这的确是让人惊喜的奇迹。我吗？我以为你早就已经知道答案了。看起来，现在你一定知道答案了。
还记得我在百花庄园说的话吗？无论在什么时候，我的答案都不会改变。好了，时间不早了，早点休息吧。明天也一定会有新的奇迹等着我们。如果我说我已经解开所有关于人鱼石像的秘密，你会相信吗？其实很简单，只要在傍晚时分，一对恋人一起把石像旁的沙子放入机关中，就可以启动石像。详细解释的话，太阳稍作与谜题第一句说明时间必须是夕阳斜照的时刻。第二句是暗示恋人触动机关后必须持续，直到里面的某个小机关依次启动。而困扰我们的灰尘跟我昨天晚上受你启发想到的解题关键连接在一起，则是我们眼前最寻常之物——沙滩的沙。只要我们把沙放进石像的手掌中，奇迹之景就会展现。还记得你昨晚说的话吗？我们做的都是很寻常的事情，但最后却取得惊人的结果。寻常造就奇迹，其实就是解题的关键，答案就在我们的脚下。走吧，我们去试试看就知道。别发呆，你再看看近处。这没什么，我之前就说过了，这是爱情创造的奇迹。而且从我们自身去寻找答案，也不算完全没有依据。不要忘了，石像的设计者也有恋人。我猜这座石像其实也是那位设计者想要给凯莉看的东西。在当地的传说中，人鱼相拥代表着对彼此不离不弃。或许他也希望能像我们现在这样，向凯莉表达自己的心意吧。只可惜，如果我说我只是对贴文里那一句奇迹可以成为寻常感兴趣，你会觉得我很幼稚吗？在看到那篇贴文和撰写人的回复之后，我其实就已经有一点想法。可是我并不能确定这些想法是不是对的，所以我才想要来看看。而那个时候你又提到自己对此无法想象，所以是不是有点不像我了？那你觉得这种变化是好是坏？
自从我们在一起之后，或许你没注意到，我身上任何一点一滴的变化都与你有关，是你带给我这些，所以以后你还要继续陪着我啊，我的蔷薇。已经到家了，按照约定和你报个平安。虽然你只说我到家之后传个讯息就好，不过我还是想打视讯给你。我想看到你，还想和你多聊一会儿，聊什么都好，或者如果不知道聊什么，就把视讯放在一旁，这样就有一种我们这陪伴在彼此身边的感觉。怎么忽然笑了？想到什么这么开心？之前在水碧岛的旅行，看来这趟旅行让你有很多收获。我吗？我很开心，能和你一起见证那种景色，对我来说是独一无二的经历。以后有空，我们再一起去旅行吧。我想，一定还有更多像这样有趣的地方等着我们发现。虽然我偶尔会做一下计划，不过至少现在我没有想好下一个目的地要去哪里。这一点，还希望我的女朋友能相信我。打哈欠了？是想睡了吗？而且你的脸色看起来好像也有点疲惫。不想睡吗？你的表情好像出卖了你。好啦，快去睡吧，时间也不早了。还有东西要整理，那我们玩个交换游戏怎么样？我用我明天一整天帮你整理东西，来交换你现在马上去睡觉。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交换，你呢？要拒绝我吗？好，那就这么说定了。明天你睡醒了就传讯息给我，我去找你。晚安。